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邦老师，努力机 Sam。今天我来到彰化的安顺车业，要来帮一个朋友过户这台中古的 X Max 叉咩9527，他竟然是9527耶！然后都能选的啦，9527，周星驰那个啊，电影那个啦，有梗吗？我怎么不知道？有啊，死左活左像条狗，被人骂不能汪汪叫，像条狗真好笑。不是，大家有看过那个唐伯虎点秋香吧？应该都有看过这个片段了哈。这台2017年的叉咩呢，这个状况还不错哦。那在这个中古车市场啊，非常的热门，几乎是一登报就会被人家买走的程度，所以我们才会特别赶过来过户。啊，遥控我教你怎么用好了，来，你就靠近就好了，压一下。不要那么近啊，你有压一下嘛，然后就可以抓。这是一段，第一段就是开这个，它跟这个。你刚这个还在这里，对，压一下，然后这个座椅边就是后面，seat 的座椅嘛，好，然后再过去的就可以发动，所以这是感应钥匙啊，对，你有得过可以啊，就一把，就一把而已，万一不见就死定。那你可以再去复制啊，然后发动就是刹车嘛，拿嘞，对，熄火，赶快拿再熄火，这个其实已经是闪双黄灯了哈，双黄灯，喇叭，左右方向灯一部灯。它有改鱼眼，所以它比较怎么样？有改灯哦，有它要改鱼眼哦。鱼眼就很集中啊。它油箱就是像逆时针跟正比光那样，再转一下。是。对。关完再转，再往关方，对，就翘起来。然后这个就直接走就好了。大致上就它这些原厂的资料。好了，那就这样咯。好啦，交车完毕呢，就要正式的来把它从彰化骑回台北啦。我这个第一次骑大洋骑这么长的距离哦，哇！你看我这个好久没有出现的这个手机架，又把它拿出来用哦。这个叉咩呢，我是第一次骑它，就要骑大概180公里才可以回到台北。虽然这个距离呢对我来说不是非常的困难了哈，但是第一次要骑大洋，也还是有一点点心里蛮忐忑的。那叉咩，我想大家都非常认识这台车啦。它在这个雅马哈里面啊，300级距的大洋销售一直都是长红的啦哈。然后呢，它的改装品也非常非常的多。那由此可见呢，它在这个市场上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这台车的前车主他有改那个鱼眼灯哦。那优点呢就是照明会比较清楚，缺点呢就是有可能监理所那边验车会比较不好过哈。那你就要碰一点运气啦。再来前车主就是有改这个风镜哦，它这个风镜就是造型比较特殊。新版的叉咩呢，则是改成可调式风镜哦，不过它的可调是你要下车拿工具把那个饰条拆下来，好好的对那个螺丝孔才能够调好的可以调整啦，但是你在路上调几乎是不太可能。那大家有看到啊，我骑上这个叉咩的时候啊，2只脚打得算蛮开的那我这个小短腿这个必须得垫脚啊，这个是我当天骑这台叉咩觉得最有负担的地方，就是只有脚尖能够着地啊，这个脚要张得蛮开的。不过新版的叉咩呢，因为它坐垫有一点点削尖那这个着地性就变得比较好了。这个前车主还有改它的照后镜大家可以看到原本有照后镜的地方剩下2颗螺丝，对不对？那照后镜前移那这个看起来就会跟我们今天要比较的对手 Forza 350比较像也跟它的这个 T Max 比较像了。照后镜在前面，那要调的时候手就要伸前面一点了这是它的一个小小的缺点。但是呢，在前面好像会比较容易看，然后原本的这个孔洞呢就可以装这个横杆，那你就可以再挂一些东西，手机架啦、杯架啦等等的。新版的叉咩呢，它已经改成了双仪表板上面呢是时速油量还有这个里程数，下面呢这是有这个转速还有一些其他的资讯。最厉害的是呢，它已经搭配了 Garmin 这个车用导航机，所以呢是这个免费下载 APP 就可以连接上你的车子透过手机去做连接，那你就可以跟平常使用导航机一样，直接设定好导航的地方再出发。不过呢，你要在马路上改这个设定是比较复杂，你要停下来把手机拿出来才可以
那在这个一路骑回台北的路上呢，我说一下我的这个感受哈。这个骑大洋上快速道路，我觉得真是舒服啊，因为它有风镜，然后车子呢也够重。这台车的车重是181，不是特别重，但是比我的这个 CB300R 就是稳重太多了哦。那又有风镜可以避掉风，所以呢，骑乘在快速道路上的时候就没有像骑街车那么的不舒服啦。那我骑了3年的重机之后呢，也有骑过不同的车款哦。那这次再回来骑这个大洋的时候，我就不会觉得它的车重是特别给我负担了。特别又是这个雅马哈的 XM， 这个已经是很有口碑了嘛。所以我骑上去的时候呢，不管是平面道路走走停停，还是呢，在快速道路上，甚至于是雨天这样子骑乘呢，都还是蛮安心、蛮舒服的。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戴的是 Five 的手套，好，这个是 RS3 Evo Graphic。后来我骑到湖口的一个加油站呢，我来上一下厕所，然后回头的时候就看一下这台车，原来它有改这个卡钳呢，改成这个 Brembo 的哈，难怪啊，它的这个刹车呢，我觉得真的比较软 Q， 比较好刹，也比较刹得住。那后面这边的卡钳好像就没有改，应该是它原厂的哦。不过呢，这个刹车力道呢，我是不会觉得不够啦，连下雨天骑都是蛮安心的。那大家看哦，我晚上骑XM走这个山路啊，也还是蛮轻松自在的。因为速克达嘛，这个已经都骑了几十年了哦，就是骑车、吹油、刹车，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的过程。那骑这个XM只是把它放大而已哈。那这是我隔天白天呢，再把它带出来帮它拍照的样子啦。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车头是比较短，那感觉这个转向是比较灵敏的。那这个是旧款的车头了啦，新款的车头呢，则是呈现一个 X 的造型。在把这台车交给真正的车主之前呢，其实我有跟 Kelly 一起去小小的跑一下山哈。哇，这个我跟 Kelly 一起都觉得说，哇，这台车太好坐了，尤其是我这个脚啊，不用再打档，然后前面有地方可以踩，整个骑起来好舒服啊。所以这个昨天呢，一连骑了100多公里，都不会觉得说特别的疲累。后来到了今年的8月呢，我有一个机会回去杨梅，跟这个小虎哥一起约骑了一下哈。我们跑去那个宝山水库那边逛一逛。然后呢，因为隔天我就是要去桃园本田去签新的一年的我的 CB300R 的车子的这个保险，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预约试乘一下，就想要来试试看呢，本田的 Forza 350有什么不一样。还有就是有2个功能，一个就是找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锁钥匙，锁车对，按到变红灯，它就是等于说车就锁起来，它就没办法转。如果说你要车要开的话，按到绿灯，它就可以动。哦，按成绿灯。对，按成绿灯它就可以动。然后这边的话，转到这里是开坐垫跟油箱。哦，一个是坐垫，一个是油箱。第一段电门嘛，对不对？对。然后在第2段的话，就是如果说你这样子压不动的话，就是它现在是还是有防呆装置的，你就往下压一下，它蓝灯是不是亮起来？亮的就可以动，才能转。对。然后这边的话，最主要就是电动风机，自动升降，你过程中都可以升降。然后再来这个循迹防滑，后面这个键。在后面。对，然后你要开跟关，它Forza 350就只有分开跟关而已啊，没有分段。对，没有分段。然后如果说你今天要发动的话，它也有测速的装置，所以就是你要先测住踢脚，然后我们是拉左边，后刹车，对，后刹加那个才可以发得动，没错。那个下面这个 Exit 这是什么？这是加装的。你说这个吗？这个其实是螺性的。它的那个螺性功能，可是基本上我们会跟客人讲说，这不太实用，不好用。2024年款的 Forza 350呢，它的这个轮框有一个特殊的造型大家有没有看到？有点像忍者的手里剑它的车头呢也跟2021年式的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不过还是有这个本田之翼的这个造型在里面然后呢，这是它整个侧面的样子。2024年款的 Forza 350呢，只剩下这个纯黑色或是呢水泥灰那它的车尾有做了一个造型蛮大的更动就是变得好像一个 A 字形在那边，这感觉是比较有运动风啦。然后呢，它一样的引擎还是这一颗330cc 的引擎，号称350啦。好，那我们来打开一下它的后座盖。Forza 350当初比较吸引我的其中一点是，它的行李箱真的是很大，
据说是同级最大哦，据说有48公升。你放完2顶安全帽，可能还可以放雨衣，还可以放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非常的深，非常的大。好，那我们就跨上车，正式来试骑吧。好，大家看我呢，一上路就把脚放在前面的斜脚踏上面哦，刚好呢，这个位置对我这个身高172的人来说，好像是刚刚好，所以这样子来骑这台 Forza 350，真的是非常的舒服。那我们来看一下 Forza 350最大的亮点——电动风镜。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电动风镜一升起来的时候，哇，马上风阻就变小了。那个可以感觉到风是从我的安全帽头顶上面吹过去的哦，真的很方便。那它的这个刹车呢，我按起来的感觉也是力道蛮软 Q 的，所以是蛮好刹的。那像叉妹之前那一台，它是有改过 Brembo，两者的感觉我觉得差不多。再来我们看一下致脚性哦，这个2024年版的这个 Forza 呢，它的高度据说没有那么高，可是我踩上去我还是要垫脚尖，身高172，那大概算是55升了哈。可是可能因为是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吧，所以不会觉得很不安心啦。好，那我们上路呢，好，你看一下子就不自觉的会把脚踩在斜脚踏，那放在前面的这个脚踏也是蛮舒服的。那中间要停下来，随时要等红绿灯，脚放在地上，是要垫脚，但是不会有那种不安心的感觉。我想这个还是跟你骑重机的资历有关吧，毕竟上一次试乘呢是3年前。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这台车有点太重，不是很方便，反而就选择了比较轻的 CB300R。那这一次来呢，我觉得这个重量186公斤，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特别重了哈。我就觉得说，这个方便性倒是非常的高。牵动的时候呢，没有特别重的感觉。当然它是大洋了哈，还是会比苏克达重。然后立中柱呢，很意外的呢，只要它2个脚定好，一拉就起来了。我觉得没有特别难立耶。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手套箱哦，它的左边这边有一个不能上锁的手套箱，里面还有这个 Type C 的一个充电孔。那手伸进去呢，是觉得真的蛮深的。好，那叉妹的我没有印象有多深，但是叉妹是2边都有，而且左边那一个可以锁，右边的不用锁这样子。那这边这个手套箱，是没有的。Forza 这边我在猜，可能是因为有电动风镜，需要有一个空间装进去它的马达啦，所以啊，这个 Forza 它的这个右边是没有手套箱的啊。那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不过呢，电动风镜是它最大的卖点啦。如果要电动风镜的话，可能就不会在意这个啦。再来，我们看一下仪表哦，一直到现在 Forza 350它还是维持着2个大大的圆圆的指针式的这个仪表，左边是时速，右边是转速，然后中间呢就有一些 Information A 跟 Information B， 它有2个按钮可以让你这个切换着一些资讯哦，该有的资讯我想都有啦。至于这个骑乘的感受呢，我想说先从结论开始说起好了。那结论就是超好骑。这个3年前呢还没有那种感受，可是呢我骑了挡车骑久了以后回来再骑这个大洋，觉得哇超舒服的，你都不用打档，这个油一吹就走了，然后呢你要停下来就刹一下刹车。尤其是 Forza 350它的椅垫啊，我觉得蛮好坐的耶，它的那个驾驶的后方有一个这个凸起来的地方，让你可以把那个腰整个靠在上面，然后它这个前后的距离又不会说太长，所以
像我刚才脚不管是平放也好，还是踩在这个斜脚踏上面哦，都是觉得蛮舒服的。然后虽然它的重量是186公斤哦，有比叉妹大概再重个5公斤左右了哦，但是呢，它这个回转、左弯、右弯，对我来说呢，都已经是蛮驾轻就熟的哈。可能就是我这个经验已经比较够了哦，所以能够驾驭这台车。这个整体来说，我觉得骑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很好骑。后来呢，我在路边停下来帮这个 Forza 350好好的拍一下照片。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侧面看起来，一些线条设计的是蛮动感的，但是骑起来呢，它就是比较稳重啊。那它的车头的设计也跟叉妹有不一样，叉妹感觉那个头会比较小一点，比较高一点，可能真的是要比较强调它的运动性啦。那 Forza 呢，就是感觉就是比较稳重，所以选择 Forza 的人可能真的就是要求质感的大叔阿伯们，可能就会比较选择 Forza。那叉妹的话呢，可能就是要求 CP 值，然后想要改装，然后呢，想要比较便宜一点的，就可以自己来 DIY 啦等等的哦。就是 CP 值第一名，可能就是会选择叉妹啦。那这是它的后悬吊，那因为大洋嘛，基本上都是双腔后避震的。那至于这个后避震是好还是不好，我自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那这是 Forza 驾驶舱的照片，那有一点点好玩的呢，就是反而这一个看起来是一个 X 的造型。叉妹跟 Forza 350一直以来都是在这个市场上的竞争强力的对手哦，但是呢 Forza 350普遍来说都被大家公认是质感比较好一点。那你要不要为了这个质感而多花将近2万块钱去提升它呢？这个就是个人的选择啦。你会选哪一台呢？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吧。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如果你喜欢，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我是锅巴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安妞。